李在明當選後，韓國財閥為何憂心忡忡？這是2022年尹錫悅當選韓國總統後，與三星李在鎔見面時的場景。從兩個人握手姿勢，我們不能看出，面對李在鎔這種頂級財閥時，即使貴為韓國總統的尹錫悅也不敢造次。三星掌門人僅以象徵性欠身致禮，而總統則主動躬身前傾，眼神中流露出明顯的謙遜姿態。2022年，李在明與尹錫悅第一次角逐總統大位期間，韓國財閥無一例外表達了對尹錫悅的支持，因為後者承諾當選後將減少對財閥的監管，推動以財閥為主導的經濟增長模式。李在明則延續了文在寅保護中小企業的政策，表示要拆分財閥壟斷，提高大企業所得稅，降低中小企業貸款利率，每一條都砍在了財閥的大動脈上。為了阻止李在明上台，三星、SK、現代、LG 紛紛向尹錫悅捐款，動用一切資源造謠抹黑對手，以至於即使李在明有底層民眾的支持，但是最後還是以1%的劣勢輸給了尹錫悅，痛失總統寶座。尹錫悅上台第一件行政命令就是以改善民生、恢復經濟為由，特赦了三星掌門李在鎔和樂天社長辛東彬。此前兩人接近向朴槿惠行贿，被文在寅送进了大牢。執政期間，尹錫悅一手推動立法，解除了对財閥相互持股的限制，十大財閥聞風而動，紛紛交叉持股，短期內推高了股市，賺得盆滿缽滿，卻也埋下了一榮俱榮、一損俱損的隱患。另一手以受贿為由，對李在明、文在寅展開調查，不求查出真憑實據，只會搞臭對手的名聲。可惜財閥沒有得意多久，尹錫悅就自己犯浑，搞了個天怒人怨的首爾之東，徹底斷送了政治生命，鋃鐺入獄。這時連傻子都看得出來，下一屆總統人選非李在明莫屬了。最先做出反應的是三星。3月底，李在鎔突訪北京，並且罕見的允許媒體報道他的行程，留下了談笑風生的名場面。此舉被韓媒解讀為迎合李在明的實用外交政策。李在明對李在鎔的示好似乎毫不在意。昨天他當選後的第一條行政命令就是成立緊急經濟檢查小組，聽名字你就知道這個小組是衝着財閥來的，要查他們的賬了。李在明一邊從政府中抽調精兵強將，要求在48小時內摸清韓國3大支柱產業的情況，一邊要求三星、SK 等財閥派高管進入小組協助工作。明面上的理由是幫助財閥查找風險，承諾提供資金補貼。可李在明的錢真的有這麼好拿嗎？當然不會。財閥若接受補貼，則需要向政府公開技術路線、負債結構等敏感信息。李在明借此握牢財閥命門，等於掌握了未來政策博弈主動權。畢竟交賬本的企業再無底氣對抗監管鐵腕。雖然不知道李在明的計劃是否會成功，但是財閥現在肯定恨死了衝冠一怒為紅顏的尹錫悅，不爭氣呀！李在明對待財閥的態度很像當年發動首爾之春的全斗煥，區別是全斗煥敲打財閥是為了給士兵發福利，讓他們能打出1秒6棍的手速。李在明敲打財閥則是為了提高全體韓國人的福利。2014年，李在明做城南市長時就大搞福利政策，每年給市裡的年輕人發100萬韓元的補助，免費給學生訂校服、訂午餐，免費給產後的孕婦做護理等。這些福利很快引爆了韓國的輿論，各地市民紛紛責問自己的市政府，為什麼城南市行，我們不行？事情鬧大後，時任總統的朴槿惠不得不出面干預，指責李在明此舉是沽名釣譽、收买人心，要求其立刻收回所有的福利措施。李在明直接跑到首爾，當面与朴槿惠理論。他拿着一本韓國憲法問，第34條第2款是不是規定國家應當為國民福利而努力？隨後朴槿惠動用行政權力，強行命令城南市多繳納1000億的地方稅，剛好等於城南市1年的福利預算。氣得李在明在光化門下绝食抗議，但最後國會支持了朴槿惠的動議，李在明只能返回城南市辦公。雖然福利政策難以為繼，但是李在明一戰成名，獲得了大量普通民众的狂熱支持，讓他從一個邊陲小市的市長一躍成為了韓國政壇上炙手可熱的新星。2017年、2022年、2025年，他3次參加總統競選，終於在近日圓夢。可以預見的是，李在明一定會把城南市的福利政策推廣到全國。那麼問題來了，發福利的錢到底從哪來呢？除了敲打財閥，實在想不出有別的辦法。昔日绝食的理想主義者，正操刀為財閥量身定制囚籠，財閥們能不憂心忡忡嗎？